有仙人来送学艺的就在空中飘着，若无仙门被请的就在山门前的台阶上等候。粗略计算已是有2-3千孩童少年，比上次开山大典热闹了许多。显然这200多年，渡仙门在5部州内外的名声提振了不少。门内也像是凡俗过年一般，上一批弟子离开山门的忧愁被冲到了九霄云外。各封这次要收徒的长老门人们没事儿就去山门处溜达，溜达就溜达吧，还不显露身形，仿佛被外面人看到就会笑话他们一样。李长寿对此心底吐槽了2句，就将小琼峰的几个人都喊了过来，先做一个验证。他拿出一块日晷状的法器摆在草屋面前，让师父师妹九九师叔、九羽师师叔、熊灵力挨个向前，将自己的手掌抵在其上，停留片刻。这个法器出自大法师之手，只有一项功用，便是判定一个人的气运如何。李长寿本来是想去学旺气之法，但见大法师有这般宝贝，就笑呵呵地忽悠了回来。圆盘上刻画有12级刻度，刻画了12种递进的色彩，从白到红再到紫与深紫。普通人族练气时，气运大多都在浅红到深红，毕竟人族如今是天地的主角，气运正浓。师傅的测试结果便是这般浅红。九九与九羽师的气运比师傅高出大概2个刻度，也都是正常水平，但是灵娥的气运竟然能够达到深红逼近浅紫，让李长寿颇有些意外。而熊灵力的大手摁上去，认真地等待了一阵儿。表兄。熊灵力弱弱地扭了个头，小声问：这东西是不是坏掉了？李长寿仔细地盯着看了一阵儿。啊，你看这投影也是有的，就是起来的幅度小了一些。别伤心啊，你现在是正值，就不会有霉运，没事。熊灵力闻言顿时松了一口气，随后5个人的目光齐齐看向李长寿，李长寿却是淡定的一笑，将这个法器给收了起来，言道：我先去找九巫师伯，谈谈这个东西该如何使用。言罢直接施展土遁，没给他们半点开口的机会。稳健一点，这气运算是最高机密，便是师傅和师妹也不方便外露。而李长寿说是去找九巫，却是脚下一拐去了渡仙殿。李靖的拜师计划，以及拜师后的修行计划、人格改造计划、家庭教育培训计划，在此时已被李长寿稳妥地安排上了。今天西昆仑山的风儿略微有那么一点不平静啊。雄伟的群山中，一处僻静的幽谷内，挂着八宝云光洞牌匾的洞府之内，那名穿着考究、鹤发童颜的老道缓缓站起身来。他好像感应到了要有什么事发生，但是具体如何又难以确定，掐指推算，只知与自己在外的道成渡仙门有关。此时又到了开山大典、渡仙门收徒之日。渡鹤真人沉吟少许，决定还是去渡仙门暗中看看。对于这位真人而言，此前渡仙门遭遇一批妖魔傀儡袭击，让大法师都现身相助，是一件颇没有面皮的事。可不能再出什么纰漏，惊动大法师下凡了。老道如此思量着。这老道哼起诵经小调，在这宽敞的洞府之中来回走动。他先去了一处整洁的隔间，打开木柜，在其中挑选了一件银丝绒的灰色道袍，又转身看着隔壁墙上挂满的一柄柄款式不同的拂尘。渡厄真人在其中选了一把与自己这道袍相称的，端在手上。又走去隔壁云室，挑了一款白中掺灰的云朵，踩在其上，飘然出了自家洞府。不是每一把拂尘都能被他渡厄真人看上，就如并不是每一个散修都有幸能被太清圣人收为记名弟子。讲究。这一路不急不缓驾云东行，一路欣赏着中神州的壮丽山河，
很快抵达渡仙门附近。此时渡仙门正热闹，山门之外人影重重，山门之内准备着层层考验。渡恶真人见状，拂须点头，藏起身形，隐于云端，各处走走看看，对这般盛景颇为满意。不多时，2名渡仙门长老飞出山门，宣布弟子选拔开始。今日开山大典，拜师者自山门而入，行至主峰之前，一路总共18关磨难。凡被门内仙人选中收徒者，可自行决断去留；未被门内仙人选中但资质出众者，可留山做杂役弟子，门内自会安排修行日程。本次大典，遵掌门之命，新增气运之时，若测得气运悠长者，亦可入门内修行。气运。渡恶真人闻言轻轻挑眉，也觉得有些道理。当下这位真人继续躲在云上看着，轻松看透了渡仙门的护山大阵，看清楚接下来所发生之事。这一幕，门内表面上的3位金仙都未曾察觉，但是渡恶真人真的过来了。李长寿负手立于小琼峰湖边，细细思量着。他本是想以气运为引，让掌门带师收了李靖，但此时看来，自己的众多安排或许并无必要。有备无患嘛。而渡恶真人的现身也进一步佐证了此李靖便是彼李靖。略作思索，李长寿转身回了草屋。气运法器已经交给了掌门处置，且稳妥起见，李长寿也做了2手布置。其一，他对掌门点明了这一批弟子当中有1人的气运十分的惊人，当然了，这是用的大法师的名。其二，李长寿会全程紧盯少年李靖入门的情形，万一李靖气运不足，李长寿就会搞一搞那气运法器上留下的后手。此刻混在众少年孩童中的李靖全然不知前路有什么在等着自己。于是半日后，破天峰前，一道深紫色的光亮冲天而起，云上本来打算离开的渡恶真人不由一惊，齐聚渡仙殿中的各位长老涌出殿门，就算提前得了李长寿叮嘱的掌门季无忧，此刻也被这一股气运之力震动了心神，用手肘遮着嘴咳嗽几声，驾云赶往测运石旁。不过转眼，有些手足无措的少年李靖就被道道身影给围了起来。草屋中的李长寿轻笑了一声，继续留一缕仙识注视着李靖周遭，大半的心神归于山门之外。普通权臣还有普通的事物要普通的忙碌。西海龙宫附近安插的指道人，这2日观察到龙宫周遭有大量的仙蛟兵不断的调动，颇为反常。西方教此时应该是积攒了不少的怒气值，估计就要以西海龙宫为宣泄口。这西海龙宫危险呐！为了方便指挥统一管理，李长寿晋升水神之后，也将指道人分类进行了一次升级，成立了江河湖海事务的水指道人军团。得益于这几年久久师出勤奋的剥削门内各处老灵树的树浆，李长寿的指道人库和灵豹指道人底牌库迅速地充盈起来。此前李长寿就将半数的水指道人调到了西海，应对西海随时可能出现的变故。按西方弹弓的行事风格推算西方教接下来的行动，估计西方会逮着西海龙宫这一只羊猛薅，自己能做点事儿那就做点事儿吧。然而李长寿刚刚安顿好几个指道人军团，神念便听到了那小龙龙的一声：教主哥哥，出事了！龙族这一次反应倒是比我还要及时。李长寿如此想着，通过神像放出神念，将敖乙拉入梦境。这海神教的大小教主见面，颇为默契的同时开口。李长寿说的是，西海龙宫周遭情形不容乐观，我已经发现了不少鸿蒙凶兽的踪影。但敖乙说的却是，金光师叔带着一群岛上的女仙人赶去咱们安水城的海神庙了。2人言罢，
不由齐齐一愣。金光圣母，哥哥，西海怎么了？西海龙宫有些异样，我估计是西方要出手搞事，你且去通知你父王一声。海神庙这边我来应付便是。你说的这些仙子，他们来时是喜是怒？可有义愤填膺，又或者是忧心忡忡？是，好像没有太多情绪。他们原本都是在安慰金光师叔，而后便相约要来寻哥哥。李长寿缓缓点头，心底着实松了一口气。不用他催促，敖乙已经是行礼后匆匆告退了。李长寿将西海各处指道人藏得更深了一些，留少许的心神在西海，早早安排了一具金仙境的指道人在海神庙中等候。不多时，2朵白云自南海飘来，其上站着17、18位美貌仙子，仔细一瞧，大半都算是熟悉面孔，要么是在海神大典时见过，要么是在土洞中碰过面。最前一位仙子身着红裙，头戴凤冠，却是多宝道人钟爱的弟子火灵圣母，而火灵圣母身旁便是身形稍矮的金光圣母。金光圣母此刻正是神不守舍，失魂落魄，那张俏脸上满是憔悴，那身金丝做就的短裙此刻都少了几分光泽。李长寿主动驾云外出迎接，远远地行了一个道揖。那火灵圣母微微皱眉，扫了眼安水城各处屋顶街头站着眺望他们的凡人，低声道：师叔，咱们去您庙中一叙吧。善。李长寿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引着这群仙子入了海神庙中。于是坊间流传的海神运势迅速增加了数十个版本。此刻李长寿还没空对海神庙进行第6次改革，凡人们自是不知海神已经换成了龙王爷。不过这般也并不影响李长寿收香火功德。到了内堂，宾主入座，满堂莺莺燕燕，各处流光溢彩。李长寿也不寒暄，正色道：各位仙子自金鳌岛前来，可是有何要事？当下众仙子都是欲言又止，金光圣母更是低头不言。师叔。火灵圣母轻吟一二，又对着李长寿露出了稍显勉强的微笑。此次来寻是有一事相求。让我来说吧。金光圣母在旁主动开口，嗓音带着几分柔弱。她抬起头来，美目中流转着些许忐忑，低声道：顾明师兄此前可是来过您这儿？上次东海之滨与云霄仙子相会过后，在截教之中，我的地位和影响力好像提升了许多。虽然没有什么用处，而且并不享有更多的因果。自是来过的。公明老哥看起来颇多烦恼，为了让老哥散散心，我还特意邀他去了天庭蟠桃宴上。他可是烦恼的紧。李长寿顿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此时也不敢添加主观感受，只能够客观反应。他道：也不算是太紧，可以说有一点不知此身当何处的迷惘，也有几分世间何物最蹉跎的烦心。金光圣母闻言轻轻一叹，目中带着几分酸涩，低声喃喃道：我当真该死，为顾明师兄添了烦恼。早知如此，我也不必开口说那些话，也不该苦苦纠缠。周遭顿时有几名仙子出声安慰，让金光圣母莫要自责，说不定只是公明师兄抹不开面皮。还真不是，赵大爷是不喜欢您这类小圆脸可爱系萌萌哒的风格的呀。看着金光圣母在周围那些仙子的打气声中一点一点又燃烧起了熊熊斗志，李长寿的心底也是有些无奈。这种事儿最怕旁人宽慰，长痛不如短痛。不过李长寿并非是截教仙人，在这件事上也不敢多嘴，只是在旁边静静听着。
因缘大因果，当年教训灵娥的话犹在耳旁，他自不会牵扯其内。待金光师母振奋起精神，目中再次有了光芒绽放，他低声问：长庚师兄，我心确实乱了，也不知该如何自处。您与公明师兄最是熟络，可否帮我看看这信中所写到底是哪般意思？金光圣母将那封书信用仙力递过来，李长寿却咳了一声道：其实这封信公明老哥在写的时候，我就在一旁。此事说来话长，当时公明老哥对我言说了发生何事，苦恼无法对你开口，我这才提议让他将自己想说又说不出的话写作一封书信。金光圣母不由一愣，喃喃道：这么说来，他确实是烦我的。怎么可能？火灵圣母站起身来，一把将那书信夺过，快步来到长寿的面前，将书信打开。师叔，您仔细看看。于是李长寿是仔细又仔细地看了一遍，心底满是疑惑，这表达的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字里行间都在婉拒，就差把话给挑明了呀。但是火灵圣母先手一指：师叔，您从第3行开始，将这书信每一行的首字连起来一读，便知其意。李长寿定睛凝神，喃喃：今昧莫及，无心久矣。这未免也太过强词夺理了吧？若真是藏头诗，为什么不从第1行就开始藏头呢？